刚刚呢获得了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消息，新鲜出炉的一条新闻，也与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从4月29号起，所有来华人员可以登机前48小时内抗原检测代替核酸检测，航空公司不再查验登机前检测证明，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捅鼻孔进行核酸检测了，只需要你在家里自己检测就可以了。从这刻开始才真正的觉得新冠已经被载入历史了。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中文频道。上一期呢，我们开始在盘点中国非常值得去的城市系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些和签证相关的词汇，了解去中国最新的签证政策。签证是一个国家为申请入境、出境或者过境的外国人颁发的一种许可证明。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出国，你要去哪个国家，你就需要拿到哪个国家的许可。那在办签证之前，你需要先办理你的护照，在你的护照上面呢，是有一页来显示你的签证信息的，也就是 Visa 信息。那签证呢，有以下4种常用类型。第一种，旅游签证，也就是以旅游为目的的签证。所以什么什么目的加上签证就是它的签证类型。旅行签证或者旅游签证，也就是 L 签证，适用于来中国旅游的外国人。第二种，以工作为目的的签证，工作签证 Z 签证，当然是适用于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人。如果你想去中国工作，那你需要办理工作签证。第三种，学习签证，以学习为目的的签证，适用于来中国学习的外国人。第四种，探亲访友签证 Q 签证，如果你有好朋友或者亲戚在中国，你要去看他们，那你就需要申请探亲访友签证，也就是以探望亲人和朋友为目的的签证。下面一个词，使领馆，不论你是想办理以上的哪一种签证，你都要去中国建立在你所在的国家的使领馆去办理这些手续。当然也可以通过它的网站或者一些中介机构代为处理签证相关事宜，叫做签证中心。第三个词是签证申请。那如果你要办理这些签证，你需要去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机构去办理相关的申请。你想要去中国，你提交一份书面的请求，是希望对方同意你可以去中国旅游、出差或者是工作。申请这些签证，你统一需要提交的材料有哪些呢？首先，你需要提交一份签证申请表，你需要使馆同意你去中国，那你就需要提交这样的一份表格，这份表格叫做签证申请表 Visa Application Form。 第二，你需要提交你的护照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具有原始法律效力的或者是盖了章的文件，你要把这一份交给他，并且要把里面的信息页，什么叫信息页呢？就是你护照的首页有你的姓名、出生日期和护照号码等等，这个信息页拷贝一份，叫复印件，又叫拷贝件。那要注意，你的护照一定不能少于6个月的有效期。如果你是申请3年多次往返的话，那你要保证你的护照有效期不少于3年。第三，需要一张近期的免关彩照，不能是你3年前的，必须是这3个月以内的，或者说是半年以内的，离现在比较近时间的这个不戴帽子的彩照、彩色照片。第四，申请人所在国的居留许可证。
比如我在德国，我就需要我在德国的居留许可，证明我不是非法待在德国的。申请人，比如说我要申请去中国，那我就是申请人，叫做签证申请人。以上4个呢，是办所有签证都需要递交的材料。递交，我上交给他，我把我的材料给到大使馆递交。那每种不同的签证类型还需要提供一些不同的材料，比如旅游签证，你还需要提交一张你的行程计划表，你到中国以后如何安排你的出行和如何安排你的旅程，你需要提交这样一份出行计划表。你什么时候去中国，你去中国的哪个城市，去那个城市待几天，都需要写在你的行程计划表里。除此以外，你还需要提交酒店预订证明和机票预订证明。如果你是来学习的，办理学习签证，你还需要提交学校录取通知书。比如你被北京大学录取了，大学会发给你一张通知，告诉你你需要哪一天来报名，你也需要提交这份通知书。还有银行存款证明，来证明你在这段学习的时间有足够的钱供你去花，你需要在银行有一个存入款项，有这样的一个说明，来确保你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那工作签证的话，当然还要提交工作单位的介绍信，这个单位给你出具了一个证明，说明你将会为这家公司工作。如果你申请办理中国探亲访友签证，那你还需要有一份朋友给你的邀请信，探亲相关的文件，亲属关系证明。什么叫亲属关系证明呢？比如我和我的爸爸是父女关系，需要去相关的机构，比如公安局，去办理一份我和我父亲这样的父女关系的证明，就叫做亲属关系证明。所以说你在办理签证之前，都需要仔细阅读你所办的签证需要的相关材料，这样帮助你更顺利的办理到签证。除此以外呢，你还需要交签证费 Visa fee， 也就是签证费用。你这次办理签证需要交多少钱，这叫签证费用。那每个国家的签证费不同，不同类型的签证费用也是不一样的接下来的一个词呢，叫签证面试 Visa interview。 平时普通的面试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要去申请一份工作，对方的人也需要跟你面对面的进行交谈，给你一个面对面的考试，我们叫做面试。现在呢，大多数签证都需要前往签证中心进行面试会让你回答一些你办理这个签证相关的问题。14岁以上你都需要去签证中心当面按下你的指纹，还需要提取你的指纹。14岁以内不需要提取指纹，手指的纹路。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些去中国的最新政策。新冠期间呢，大家也经历了非常困难艰难的回国之旅每次回国可能不同的城市需要隔离的时间都不一样，多数是14+1或者是14+N 的情况。现在我们彻底和这样的隔离说再见了，那马上呢，连核酸检测证明也都不需要了，所以我们回家的路是越来越顺利。那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的公众号就已经发布了信息，信息的标题就是4月29号起不再查验，也就是不再需要提交核酸检测了。真的，我觉得在这一刻我们才真正的和新冠病毒说再见了，所以也非常的期待大家可以尽快的办理相关的签证，可以去中国学习，去中国工作，去中国玩一玩，转一转。感谢您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分享给更多的人。我们下次再见。